记录百分时光，我是托阳特，欢迎来到最新的一期云战锤。那今天呢，我们在镜头面前一起来把玩分享的玩具就是暗源 Joy Toys 现货了非常长一段时间，来自星际战士2游戏线里面的这款圣物盔甲兵。就像标题所说的一样，为什么说这款玩具呢是游戏线最后的绝唱？首先呢，游戏线呢其实一开始大家对他们的这个期望还是比较高的，虽然呢中间有一些比如说直接血字涂装的重置的一波这样的操作，很多朋友不是特别的满意，但是我个人觉得怎么说呢，反正也是一种选择吧。那说到这一次的圣物盔甲兵，它是在这个游戏线里面最后一款保持比较大型身高的玩具了。后续会跟大家去分享新的3款，一款这个圣物盔甲的军事，然后另外2款呢是圣物盔甲兵里面的这个技甲，就是重甲的这样一个圣物盔甲兵。那3款玩具呢，我现在已经入手了，然后整个素质方面还算是不错，但很可惜体型方面缩小到了最近的相当于 3.0 或者说 4.0 的这个素体的大小。整体的观感呢，怎么说呢？因为毕竟之前的这个比例珠玉在前，现在呢收到的玩具呢要小一截，会或多或少心态上面有一些不平衡。那我们话不多说，直接来看一下这款玩具素质表现到底如何。首先呢是身高部分，我们这边直接最直观的拿出上一次跟大家去介绍过的这个亚马逊影视版的泰图斯，你可以看到呢身高方面，所谓的 4.0 素体和这个你可以叫它 5.0 素体，身高方面可以是高下立判。也就是说，我本身认为游戏线会自己开拓一个比例线的，但是没想到呢，它后续呢又把比例修正过来了。也就是说，这款生物盔甲兵呢是最后维持这样一个身高的造型了。同时呢，这款玩具呢，如果说要跟 3.0 时期的不叫 3.0 啊，是这个 30K 时期的这个玩具站在一起的话，身高方面依旧是不遑多让啊，个子还是会高出大半个头的这样一个水准。我个人觉得呢，如果说战锤以这个 4.0 这个素体的模板然后去做的话呢，它肯定是人气会更高更旺一些，但是很可惜啊，官方并没有这么去做。不过呢，已经成为这个既定的事实，后续会不会做调整，我们只能拭目以待了。那接下来呢，我们从这个玩具的主体开始看起。首先呢，这款生物盔甲兵身上的这个装备啊，以及它身上的这个装饰呢，都非常的华丽。360度的手动旋转一圈，给大家去看一下身上的细节。那你可以看到呢，身上呢已经找回了很多在战锤就是暗源战锤 1.0 时期的，比如说勾边呐，还有血字啊，以及一些比较高档的这个烟熏涂装。而且呢，这款玩具呢，目前看到视频的时候，你要入手的话，应该是比它的发售价格要低不少的。我个人觉得大家可以，如果喜欢这个造型的话，可以去蹲一下。我就是因为喜欢它这个上面的扫把头，再加上它不同于一般的这个极限战士，或者说不同于一般的马克思铠甲的这个面雕才入手这样一款。整个的视觉效果呢，还有它身上的设计语言是非常有这种机械罗马人的那种感觉。当然呢，喜欢机械战士的朋友都喜欢叫他们这个奥卡拉玛这个500世界嘛，对吧？马库拉格500世界，整个就是这个星际或者说太空罗马人的那种感觉，整个观感我很喜欢。然后呢，它也是附带了这个灯组，就在这个帽子下方卡在这里2个灯珠，但是它没有给你这个电池啊，你自己需要配这个 CR37 的这个电池。但是很可惜，我手边只有 CR44 的这个电池。而且呢，这个灯组呢也是一样的，是拍机，然后它常亮30秒，或者说切换成呼吸灯30秒的这样一个模式。个人觉得还算是比较良心吧。身上的这个装束，我们简单来看一下。首先呢，它的右侧肩甲看点还是非常多啊。那中间的这个骷髅双头鹰，它跟一般的设计是不太一样的。你可以看到一边是正常的老鹰，另外一边则做的像是类似于独角兽一样的一个造型。然后呢，每一侧呢都有那种精工雕琢的那种感觉，非常的华丽。然后看到另外一侧的这个肩甲呢，上面有一些血渍喷洒的这个感觉，整体的观感我觉得还是比较之自然的，包括这些战损的划痕呢都有做出来。再来呢，看到它的下半身的部分，链子甲这个地方
有这个血迹的涂装，包括一些银漆的干扫，立体感非常的不错。然后包括这些圣遗物啊、颅骨啊，还有一些装饰都非常精致。而且呢，其实我觉得这款精彩就精彩在它这个血字的涂装，是比较有说服力的。同时呢，你可以看到它的链锯剑上面也是有一些淡淡的干涸的这个血迹涂装，包括呢这个金色的护手部分都跟一般的链锯剑不一样，包括这个涂装它其实是讲求了这样一个真实感的还原，我觉得没有很生硬，而且足够的精美。然后再看到这边的这个圣物重爆弹枪啊，你可以看到呢身上挂载的这个像铃铛一样的装饰物，其实开模的这个锐度呢是非常高的。只不过比较可惜的一点是在这个地方没有做出一个单独的分件，所以说拿到手上它不符合重力啊，就是如果垂下来的话，它没有办法跟着下摆下垂，这一点呢稍微有些可惜。绑带的部分血字的这个涂装呢也都是非常精细，还有这个枪口的这个地方。其他的部件呢就是剩余的替换手型，那基本上就实心握拳手、握枪手以及握持就持刀手一样各一对，然后这样一共3对手型啊。再是一把这个精工的圣遗物爆弹枪，上面的这个刻画帝国真理的双头鹰整个细节是非常精彩的。最后呢，我们在镜头面前来玩一下这款玩具的可动性。首先呢，这个 4.0 的素体呢，它本身腰部修正的是比较粗壮的，但是呢不影响它的可动啊，就是前倾和后仰的这个幅度，我觉得在这个战锤 40K 的可动玩具线里面算是非常够用了。头雕、抬头、低头的幅度呢，低头可能会因为这个面罩被限制一些，左右晃头呢都有一定的这个可动性。然后肩胛方面呢，双段关节可以去做这样的展开，然后呢平台呢是90度，但是这个肩胛很大，可能会砸到自己的头。手臂二头肌360的旋转，曲肘幅度微微超过90度，而且整个过渡非常的自然。然后腕关节呢是球形关节，可以比较自如的活动。下半身的部分前踢90度，双段关节的这个屈膝非常紧实，而且呢活动幅度呢好像做了一定程度的优化，来到了超过90度的水平。脚部的接地左右可以，但前脚掌的这个确实是有点过于紧实了。整体的观感呢是非常 OK 的，我很推荐大家，如果喜欢极限战士，然后喜欢这个圣物盔甲兵非常帅气的头盔和装备以及它的造型的话呢，我觉得可以等一个好价冲一波。因为现在的话，目前后续的这个产品没有看到这种等级的这个涂装，原体除外啊。要么你就得拿到超过200块钱的这样一个价格去入手，之前跟大家去介绍过的这个纳购阵营的这个，比如说死亡兽医啊这些终结者单位，那毕竟块头很大，然后且这个元素要素非常多啊，不在同一个产品线或者说不在一个层级去进行比较。那这款玩具呢，它是我个人觉得在目前暗源战锤的产品线里面既有颜值且有性价比的1:18比例玩具。不知道大家觉得这款玩具表现如何呢？下面留言和我一起讨论分享吧。那今天视频就到这边，我是偷羊 Hunter， 下期再见，不见不散，记得关注这个频道，拜拜。